嗨，大家好。上周末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突然发出一则颇具震撼效应的独家报道，报道中国在今年8月试射了一个可以环球航行的高超音速新式武器，并独家引用为匿名消息来源加以佐证，称该飞行器绕地球1周后向目标巡航，但却没有命中目标，偏离距离大约为39公里。正当各路媒体纷纷如获至宝，准备一窥究竟时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却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否认了这一消息。据了解，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。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，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、廉价的往返方式。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实验。航天器返回前分离的是航天器配套装置，将在陨落大气层的过程中烧毁解体，落于公海海域。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道，为和平利用空间、造福人类共同努力。一位路透社记者似乎中文不太好，又立刻追问了一句：《金融时报》的报道是说这是一个超音波的这个导弹，您说的是说这个《金融时报》的报道指的不是一个导弹，是一个航天器，您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，是的。面对赵立坚的否认，立刻有好事记者把相同的问题抛给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。I'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those specific reports.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 watch closely China's development of armament and advanced capabilities and systems that will only increase tensions in the region. You've heard me say a number of times that China is my pacing challenge, and we're going to remain focused on that. 那么，《金融时报》的这则报道到底是无的放矢，还是空穴来风？赵立坚的否认是否又是在欲盖弥彰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。提到高超音速武器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恐怕就是采用钱学森大道的东风17，这也是世界第一款服役的高超音速武器。紧接着，俄罗斯也服役了一款叫做先锋，不过它采用的却是桑格尔弹道。至于它们的原理和区别，我在此前介绍东风17的视频中有详细介绍。不过相比中俄，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却一直毫无建树。从此前的 HTV-2 和 X51A， 再到 AGM-183 和最近落马的 LRHW 系统，屡屡有试射的消息，却不见一款服役。所以如果《金融时报》此次的独家爆料属实，那对于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将又是当头棒喝。那么这个所谓的爆料到底有多真呢？刚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记者会大家也听到了，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他并没有否认这次发射，同时也没有否认《金融时报》最后提到的是由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担任此次的发射任务。想必美国的卫星应该也是监测到了此次的发射和载入全过程。文章中特别提到的正是今年7月19日和8月24日的2次发射之间少了一次。我特别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官网查证了一下，如图今年7月19日的一次发射，文中结尾处清晰标明为长2丙的第77次发射和长征全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0次，而紧接着的8月24日，长2丙的发射次数变为79次，而总次数增加为385次，中间的确少了第78次。其实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官网公布的发射记录都是计划在列的卫星、飞船、空间站等航天器，有明确的发射时间和目的。对于以测试为主的验证型试射，尽管发射次数会累加，但却不会在官网展示出来。比如去年9月4日，中国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就是由长征 2F 发射升空的，成功着陆后，央视都做了报道。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，在轨飞行2天后，于今天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。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，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，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、廉价的往返方式。
但我们注意到，在官网的发射记录中是看不到长征 2F 的发射记录的。我来到维基百科查了一下长征2号丙的发射记录，我们看到在2014年1月、8月和12月的3次发射没有官方记录，但其实是在测试一款高超音速武器。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后来的东风17。不过当时它还不叫那个名字，而是被外媒叫做54高超音速飞行器。其首次试射的时间也与刚才看到的发射记录吻合。看来东风17能有后来的顺利服役，长征2号丙这匹千里马同样功不可没。至于后来新华社所公布的2017年东风17的2次试射成功，则已经是把54装在东风16上，变身为东风17后的发射了。那时的载具已不是长2丙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长2丙的总发射次数，截至8月24日，维基百科的记录为58次，即便加上神秘的高超音速武器试射，也不过65次。这怎么跟火箭技术研究院官网所公布的79次对不上呢？原因我也找到了，最主要的一次偏差发生在这里。这是去年10月27日官网公布的一次长2丙发射，次数为第57次。然后到了今年的5月7日，次数一下变为75次。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官方没有公布任何长征2号丙的发射消息，但次数竟然增加了18次之多，非常蹊跷。半年18次，平均每个月就要发射3次，这个密度已经超过了发射次数最多且有金牌火箭之称的长征3号甲。它在2018年也不过发射了14次。那么长2丙在这半年发射18次，到底是校正回归还是有何秘密任务？这恐怕要由内部人员才能来解答了。不过《金融时报》所引述的5位所谓知情人士似乎均没有提及。我们回到《金融时报》提到的这消失不见的第78次。那么这78次试射到底是高超音速武器还是航天器呢？赵立坚说是航天器，同时也没有否认是射向南极。也就是说，此次试射的确是一次类似于极地轨道卫星的发射轨道。我们注意到《金融时报》中引述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·肯德尔说，中国正在部署的是类似于前苏联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，还拒绝提供任何细节，又是这种故弄玄虚。其实前苏联在冷战时为了避开美国的北极雷达预警系统，特意绕路南极，搞了 8K713 和 236O 8K69 重型洲际导弹。这种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可以绕地球一圈轰炸美国本土，最终由于成本、投弹重量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诸多因素而放弃。中国也曾搞过一款类似轨道轰炸系统的东风6，射程超过3万公里，3级火箭助推，但由于难度实在太大而最终放弃。但不论是前苏联的设计还是东风6，这些始终都是轨道为抛物线的弹道导弹，尽管速度可以达标，但与当今世界所谓的高超音速武器则完全不同，因为它们并不具备在临近空间的助推滑翔机动能力。问题回到航天器还是高超音速武器，个人认为类似去年9月的可重复使用实验航天器的再次验证绝无可能，也无必要。而且当时用的是长征 2F， 运力又是长2丙的2倍，即便是航天器也会比去年的神龙飞船来得小。那会不会是东风17上那个54高超音速飞行器呢？不排除这个可能，此前双方也合作测试过，不过东风17的弹头速度在5至10马赫，这次要进入极地轨道绕地球1周，势必速度要接近第一宇宙速度，即每秒 7.9 公里，也就是23马赫左右。这个速度要在临近空间平稳滑行，其结构和气动外形也有可能会做调整。换句话说，未必就一定是54飞行器。另外，从此前东风17的服役历程来看，量身定制的 GF-12 激波风洞是在2012年交付的，而长2丙加54的首次试射则发生在2014年1月。可见，在试射一款高超音速武器之前，风洞的验证是不可或缺且极为重要的。鉴于具备50至100公里高度，可吹出速度达30马赫的超高音速风洞 GF-12 要到明年才建成完毕，现在就开始试射这种轨道和速度的高超音速武器也不太可能。那么到底会是什么呢？此前视频说过，之所以 GF-12 没有像 GF-12 一样用复线2字，原因在于完美复线的风洞并非一蹴而就，特别是50至100公里这样人迹罕至的高度，是需要发射飞行器进行真实飞行，并将记录的空气成分、温度和速度等诸多环境数据反馈给风洞后，反复不断改进而来。
这样才能过渡到完美复现的风洞。所以大胆推测一下，这次的发射既不是类似去年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，也不是一款新的高超音速武器，而是为我国 JFR 风洞复现技术累积数据，并为未来可入轨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验证做足准备。所以那个是否偏离目标39公里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至于名字，都进入太空近地轨道了，你叫它航天器或者高超音速飞行器又有何区别呢？当然，这只是我根据现在所能掌握信息的一个推估，也许几年后官方就会公布这次试射的相关信息，或者根本永远都不会公布。不论如何，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